凌晨，警报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城市在震动中惊醒，居民们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不约而同地奔向楼梯间和地下室。婴儿的啼哭和大人焦急的呼喊交织在一起，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火光在天边一闪而逝。有人在黑暗中祈祷，有人握紧拳头默默坚持，这仿佛是电影中的场景，但此刻却是真实上演的战火。然而，这并不是台湾的某个清晨，而是2022年2月24日的乌克兰基辅。俄罗斯的大军越境而入，惊醒的不只是乌克兰人民，还有半个地球之外的台湾人。那一天，许多台湾人望着新闻里的火光，仿佛看见未来某天台北的天际线也燃起相似的硝烟。这一念头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战争降临台湾，我们准备好了吗？转眼来到2025年6月，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仍未结束。这场战争在遥远的欧洲上演，却如一面镜子，让台湾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乌克兰人民的浴血坚持，国际社会的反应，信息战的较量，以及社会在战火中的韧性，无不为台湾敲响警钟。今天，我们就从5个面向来综合探讨这场战争带给台湾的启示与警示。清晨的薄雾中，一列钢铁坦克隆隆驶来，似乎不可阻挡。然而树丛后忽然飞出几枚反坦克导弹，精准击中了领头的坦克，巨大的爆炸将沉重的炮塔掀翻在地，剩余的坦克惊慌后退。紧接着，四处开花的火箭弹从看不见的角落袭来，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分散潜伏，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庞大的敌军拖入泥沼。这不是好莱坞的英雄片，而是俄乌战争初期的真实一幕，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乌克兰军队用不对称作战狠狠地给了侵略者一记下马威。所谓不对称作战，就是不用正面硬碰硬，而是避开敌人的锋芒，专打对方的弱点。乌克兰并没有和俄军拼比坦克数量，而是依靠单兵携带的标枪导弹，在城郊的街道和树林中设伏，猎杀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面对铺天盖地的战机，乌克兰善用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让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战机如惊弓之鸟，不敢贸然贴近。正是这一枚枚不起眼的小针，让庞大的俄军暂时寸步难行。台湾其实也早在思考类似的战略，人称豪猪战略，把自己武装成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让体型巨大的猛虎也无从下口。台湾的防卫不能仅靠几件昂贵的大型武器，而要有满地让敌人头痛的小玩意儿。想象一下，如果解放军真的犯台，在我们的海岸线上遇到密布的水雷和反舰导弹，在我们的天空中面对四处埋伏的防空飞弹，在我们的山林城市中遭遇遍地伏击的火箭与游击队，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光景？乌克兰以土产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台湾也有自制的雄风反舰飞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舰致命一击。而在地面之上，云层之间，无人机正在成为现代战场的新宠。俄乌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无人机负责侦察敌情，引导火力，甚至俯冲投弹，让笨重的坦克与火炮防不胜防。台湾当然不会忽视这种利器，正在加紧研发与引进各类军用无人机，让我们的战场感知和精确打击能力如虎添翼。别忘了，战争不只在陆地和海洋上，还延伸到无形的太空与网络。乌克兰在战时能够保持通讯畅通，很大程度上仰赖星链卫星系统的支持，而台湾也在努力加强卫星通讯和网络备援，以防止战争一开打，我们就陷入信息黑暗。此外，乌克兰的经验提醒我们，人力与意志也是军事战略的重要部分。当危机降临，乌克兰全民皆兵，预备役军人、退伍老兵乃至平民志愿者纷纷投入保卫家园的行列。他们发放武器，组建领土防卫部队，让每一条街巷都有人守护。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挺身而出，大大延缓了俄军推进的速度。台湾近年也在悄然推动类似的改变，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政府毅然将义务役服役期从原本4个月延长为1年，希望新一代年轻人能接受更扎实的军事训练，为国家多添一分战力。这只是提升后备战力的重要一步。此外，台湾也在加强后备军人的训练，
期望战时能有一支第二线部队迅速顶上，让敌人永远面临层出不穷的抵抗力量。试想，当每一个街区都有眼睛盯梢，每一栋建筑都可能成为堡垒，入侵者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岛屿的防卫从不是简简单单的正面对决，而更像一场洒满荆棘的拖刀计。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彻底歼灭对手，毕竟以小博大并不现实。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拖住并削弱对方，让战争的代价高到侵略者无法承受。乌克兰让世人看到，小国只要战术得当，意志坚决，也能挫败大国的闪电攻势。台湾亦是如此，只要我们做好战略准备，把自己变成那只让猛虎畏惧3分的豪猪，就有机会在危急存亡之际创造以弱抗强的奇迹。让我们把目光从前线转向后方，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当空袭警报响起时，一个平凡的台湾家庭该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乌克兰的市井巷尾找到答案。战火突袭时，乌克兰的许多家庭都会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应急背包，带着孩子匆匆躲进最近的地下避难处。那些背包里装着瓶装水、罐头食品、急救药品和手电筒，这是他们平日里挤时间一点点备妥的求生物资。在阴暗的地下室中，这些物资就是全家人的希望。反观那些毫无准备的人，仓皇间两手空空，只能任由恐慌吞噬心智。材料上的准备往往能带来心理上的定力，让人在混乱中保持一分冷静。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囤积物资听起来也许有些夸张，甚至让人联想到末日电影里的疯狂场景。但俄乌战争让许多台湾人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万一真的发生紧急状况，家里至少要有几天乃至几周的水粮储备。试想，如果电力中断，商店关门，家中那几箱方便面和干粮也许就是撑过最初艰难时刻的关键。另外，不妨准备一个小型应急包，里面放上手电、简易医疗包、收音机、备用电池以及重要证件的复印件。平时把它放在家里显眼易取的地方，一旦突发状况可以拎起就走。这种准备不仅适用于战争，同样适用于地震等各种灾害。未雨绸缪总比临可绝境强得多。除了物资，我们还需要知道人往哪儿去。台湾的街头巷尾其实分布着许多战时避难设施，地下室、地下停车场，甚至某些强化过的地铁站都在其列。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家附近的避难地点在哪里。战争给乌克兰人的一大教训是，平时最好就把这些地点打听清楚，走上一遍。台湾政府已经公开了各地防空避难处的位置清单和地图，轻点手机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所。据统计，全台已有数万个指定避难场所，总容纳量接近全国人口数，但在某些地区仍存在覆盖不足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平时需要主动了解和弥补的地方。或许某个平常周末的下午，我们就该带着家人一起踩点演练，从家门口出发，步行几分钟能到达什么地方，那里是否足够容纳全家，有没有备用的通风和水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样的演练将为你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而在更大范围上，政府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全台性的防空疏散演习，俗称万安演习。警报响起时，所有人必须暂时躲入室内或地下。这原本是让全国练习的好机会，可惜不少人并未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其实，每一次这样的演习，都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危险积累经验，让我们在真正危难时少一些慌乱，多一分胜算。民防准备还包括技能和心态的储备。在俄乌战争中，许多普通乌克兰人摇身一变成了救护员、消防员，甚至战场志愿者。他们或是在网络上临阵学习包扎止血，或是在社区参加过应急演习，关键时刻就能救人一命。在台湾，近年来也有民间团体开始提供急救训练、防灾课程，让更多人掌握基本的求生技能。试想，如果每个人都会用灭火器，会简单包扎伤口，懂得听到警报声时趴下掩护，那么灾难来临时伤亡就能减少1分。这样的知识平时看似用不到，但危急中就是护身符。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心态上的准备。战争带来的冲击远不止物质层面，更是对心理的巨大考验。人在恐惧中容易做出错误决定，
谣言也最爱乘虚而入。因此，我们平时就该多思考如果我该怎么办的问题，把最坏的情况在脑海中过一遍演习。家人之间可以约定好联络方式，一旦通讯中断，是否有一个约定的集合地点？孩子如果在学校与父母失散，是否教过他们怎样寻求帮助？社区邻里之间是否有互助计划，照顾独居老人或有需要的人？把这些情况预想周详，真正遇到时才能临危不乱。准备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恰恰是为了减少恐慌。就像系好安全带，并不代表你希望发生车祸，而是一种对可能风险的尊重。以轻松平常的心态做准备，在家里多几箱瓶装水，多几包饼干，并不会让我们变得神经兮兮，反而会增加一种踏实感。毕竟，我们都希望那些储备永远用不上，但真的用到时，你会庆幸自己早有准备。当战火在乌克兰土地上燃烧时，远方的外交热线也在连珠蹦响，导弹的轰鸣之外，还有各国首都间紧张的交涉声。国际局势如同一场巨大的博弈棋局，每一步都关乎生死存亡。乌克兰的经历告诉台湾，一个国家面对强敌时，自己要顶住，但若无强而有力的盟友支持，独木难支。俄乌战争之初，许多人并不看好乌克兰，认为他撑不了几天。然而乌克兰人民顽强抗战，为国际援助赢得了时间。看到乌克兰没有倒下，欧美国家纷纷伸出援手，先进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情报共享、卫星影像支持也紧急就绪，同时对侵略者的经济制裁接踵而至。这一切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的攻势。可以预见，如果台海有事，各国也将祭出类似甚至更严厉的制裁与孤立手段予以回应。虽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远胜俄罗斯，全球是否有决心执行全面制裁仍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经济与外交上的惩罚将成为侵略者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台湾也应提早与主要贸易伙伴沟通预案，尽量降低战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冲击，以提高整体韧性。倘若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援，乌克兰的处境将艰险百倍。这个教训对台湾意义重大。我们虽非任何军事同盟的一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孤立无援。然而，援助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我们事先就编织好外交与合作的网络，并在危急时刻证明我们值得帮。长期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对台湾而言，美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在俄乌战争的映照下，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也有所提升。从军事顾问来台协训，到一批批防御性武器的出售，都表明美国不希望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当然，美国的承诺也并非铁板一块，毕竟国际政治充满现实算计。台湾必须持续努力经营这段关系，争取更明确的安全保障。除了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区域伙伴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局势。日本前首相曾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足见邻国对台海安全的重视。此外，欧洲国家近年来也逐渐提高了对台海局势的关注。欧盟领袖多次公开强调维护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欧洲议会议员团更是接连访台表达支持。立陶宛等少数勇敢的国家不顾压力，与台湾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乌克兰战争让欧洲更深刻地认识到威权扩张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他们也开始在道义和政策上给予台湾更多声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协助，甚至在美日同盟架构下参与更多的行动。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为可能的区域冲突预做准备。台湾需要善用这股国际支援的钱流，让自己的处境不至于单打独斗。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外交支持的前提是自助者天助。乌克兰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一个国家奋力自卫时，其他国家才有介入的意愿和正当性。如果乌克兰政府当初一夜之间逃亡，他国就算想帮，恐怕也名不正言不顺。所幸乌克兰顶住了，盟友才敢于大力援助。同理，台湾必须展现出决心和能力，才能让友邦放心投入援手。此外，中国的影响力遍及全球，他们势必会试图威吓各国不要介入台湾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北京以经贸利诱和施压分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
这就更需要台湾提前积极外交布局，广结善缘。具体而言，台湾应该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不仅在官方层面，也包括民间交流，多参与国际组织、区域论坛，即便不能以国家身份正式参加，也要发出声音，贡献力量，刷存在感，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台湾，同情台湾。一旦有难，才能激发他们敦促各自政府援助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中频频通过视讯对各国议会和人民发表演说，感动了无数异国听众。台湾也该善用这样的国际催泪弹，把我们的处境和坚持诉诸全球，让大家明白，支持台湾就是在捍卫民主价值和国际秩序。外交上的准备还包括危机时的沟通管道，设想战争一旦爆发，台湾领袖必须在第一时间联系上国际盟友，请求各种形式的支援。这要求平日里就建立起紧密的联络网络，彼此信任，一通电话就能直达关键决策层。同时，台湾也应提前思考，万一战事拖长，如何与盟国协同，比如难民撤离、物资补给、战略物资的储备与调度等等，这些都不是一国单打能解决的，需要平时就坐下来与伙伴拟定计划。总之，国际局势风云莫测，但可以确定的是，站在台湾背后的朋友越多，我们越安全。反之，如果我们闭目塞听，疏于外交经营，到头来可能形单影只。俄乌战争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任何想在危机中临时抱佛脚求援的国家，都可能发现为时已晚。唯有现在就主动出击，营造有利于台湾的国际环境，将来才能在狂风暴雨中稳住脚跟。硝烟弥漫的同时，还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进行。这场战斗看不见炮火，却同样左右胜败，那就是信息战与认知作战。在战场之外，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甚至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屏幕，都是攻防角力的前线。回想俄乌战争爆发之初，网络上出现过一个伪造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要求乌军放下武器投降。一时间，这段视频在社群平台流传，让不少人震惊。然而很快人们发现，那是俄罗斯操纵的深度伪造影像，目的是打击乌克兰军民的士气。这只是现代信息战的冰山一角，俄罗斯还散播诸如乌克兰境内遍布纳粹，俄军所到之处乌克兰士兵立刻投降之类的论调，企图营造自己大获全胜的幻象。当真相渐渐浮现，这些谎言不攻自破，但在短时间内，他们确实制造了混乱和恐惧。对于台湾来说，这类信息战的威胁绝不是如果有，而是正在进行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识过各种来路不明的谣言在网络上疯传，从疫情期间的防疫谣言，到选举时期的抹黑造假，再到国际局势紧张时散播的恐吓言论，其中许多背后都有看不见的黑手。尤其当国际上发生风吹草动，认知作战就趁机渗透。举例来说，当2021年阿富汗局势动荡时，中文网络上流传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暗示美国靠不住。当俄乌战争爆发后，又出现类似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言论，目的无非是想在我们心中播下恐惧与投降主义的种子。中共深谙攻心为上的道理，他们大规模培养网军、水军，透过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甚至渗透我方媒体渠道，来影响台湾民意。战时，这种认知攻击只会更加猛烈，可能一觉醒来，我们的 LINE 群组、Facebook 首页就被各种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刷屏。某某城市失守了，总统逃走了，某部队倒戈了。如果我们不加甄别的信以为真，恐慌会迅速扩散，比炮弹更快的击溃防线。防范信息战，首先要有意识。有句话说得好，谣言止于智者，每个普通人都可以，也必须成为那个智者。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不妨先打个问号，消息源可靠吗？有没有其他独立渠道证实？内容是否夸大偏颇？在转发之前，多花几秒钟思考和查证，可能就避免谣言像病毒一样蔓延。我们也要善用各种事实查核平台，政府和民间组织这几年都建立了类似机制，一旦发现谣言，应该快速辟谣澄清。战时更需如此，政府必须及时发声，以透明信息稳住民心。同时，我们也要对敌方可能的心理剧本有所准备。
比如，一旦台湾开战，我们应该预期对方可能伪造我方领导人或将领的信息来散播投降论调。对此，我们事先就要宣传，官方消息请以某某管道为准，其他传言切勿轻信，做好大众的心理建设，让大家免疫那些离谱的伪消息，不至于人云亦云。技术上，台湾也在加强网络安全，防范骇客攻击。毕竟，认知战往往和网攻并行，对方可能入侵广播、电视，甚至假冒简讯发送假消息。我们要有备用的沟通手段，比如无线电、卫星电话等，以防主要通讯受扰时仍能把真实讯息传递给大众。事实上，台湾的数位发展部门已着手与国际厂商合作规划卫星互联网备援系统，就是为了确保即使地面网络中断，我们也不会与世界彻底失联。信息战其实是争夺人心的战役，其战场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乌克兰之所以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离不开全国上下对资讯的辨别力和凝聚力。反观俄罗斯，纵有强大军力，若国内外舆论皆鄙夷其行为，士兵自己也分不清为何而战，再多坦克导弹也难换真正的胜利。台湾历经多年的自由民主洗礼，民众并非盲从之辈，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民主社会也意味着言论开放，鱼龙混杂，我们更要提高抗谣免疫力。只要我们保持冷静理性，不被谎言挑拨，就等于为台湾筑起一道无形却牢固的防线。战争考验的不仅是武器和战术，更考验一个社会的灵魂韧性。乌克兰的城镇在炮火中摇晃，却没有垮掉，因为撑着那片废墟的不仅有钢筋水泥，还有人民的意志与互助精神。在断电的黑夜里，乌克兰人点起蜡烛，继续生活。学校被炸毁了，老师们就在防空洞里组织孩子上课，志愿者涌上街头，清理瓦砾，运送物资，搭建临时桥梁。这样的画面让全世界动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团结坚韧的社会就是抵抗侵略的最后堡垒。台湾作为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也需要这种打不死的韧性。首先是团结。内部的团结是抵御外侮的基石。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后，朝野政党放下成见，人民紧紧团结在国旗之下。不论先前有多少分歧，在外敌当前时，都化为同一种声音，保卫国家。在台湾，我们平日政见分成，但一旦存亡关头，必须摒弃成见，同舟共济，千万不能让敌人的离间计得逞，把内部搞得四分五裂。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已看到许多可喜的迹象。当对岸军机军舰频频扰台时，台湾多数民众展现出的是愤慨而非恐惧。每逢国际上有力挺台湾的举动，蓝绿阵营也都会给予正面评价。这说明在大是大非上，台湾人民终究是站在一起的。这种珍贵的团结需要在危机中不断强化，因为这是我们社会韧性的根基。其次是对体制和领袖的信任。战争年代难免谣言四起，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就容易陷入混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初期选择留在基辅，与人民共患难，这一举动极大地稳住了军心与民心。台湾的领袖和各级政府也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在关键时刻不跑路，稳住阵脚，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信赖。当然，政府方面平时就该建立起透明高效的应变机制，包括灾难应急计划、物资调配体系以及权责明确的指挥架构。一旦战时需要全国总动员，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听谁的指挥，在哪里集合，如何参与。这些预案若能事先规划并反复演练，到危急时才能快刀斩乱麻，秩序井然。政府的韧性，说到底是社会韧性的脊梁。有了稳定的指挥中枢，民众才能放心地发挥各自所长。社会韧性也体现在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维护上。敌人的攻击往往针对我们的弱点，比如电厂、桥梁、通信线路等关键设施，提升韧性，就是要让这些设施即使受损，也能快速修复，或者有备用方案。以电力为例，如果主要电厂被攻击，我们是否有备用发电设备？电网能否在短时间内完成抢修，甚至实现岛内分区自给？再比如通信，一旦海底光缆中断，我们是否有卫星通讯等替代方案以支撑基本联络？乌克兰在遭受空袭后，
技工们彻夜抢修电网的事迹曾令无数人感动。这种让城市迅速复活的能力，也是台湾需要培养的。也许平时多投入一些预算在基础建设的韧性提升上，比如将线路地下化，发展分散式电网，事先储备维修零件等，战时就能少一分黑暗和混乱。社区互助则是社会韧性的柔性力量。在乌克兰，有餐厅老板免费为前线军人和留守市民做饭，有邻居轮流照顾彼此的孩子，让前线的父母无后顾之忧，还有无数平民捐献自己的物资，腾出家中的空房给难民居住。这些微光汇聚成熊熊火炬，照亮了乌克兰艰难的长夜。台湾的社区也向来充满人情味，无论是地震后的自发救援，还是防疫期间邻里互相照应，我们已经证明了互助的力量。一旦进入战时状态，这种守望相助精神将更加宝贵。社区可以提前建立联络网络，谁家有老人需要特别照顾，谁家有井可以供水，附近有医生护士愿意支援，平时都可以默默摸底。一旦外部资源暂时进不来，我们内部的小网络也能运转起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最后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保持希望。战争最残酷之处在于，它会试图让人陷入绝望，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但历史无数次证明，往往在最黑暗的夜晚，黎明也悄然而至。乌克兰人在废墟中栽种向日葵，在断墙上绘制充满希望的壁画，用音乐会和婚礼对抗死亡阴影。这种乐观和幽默看似柔弱，却是不屈精神的体现。在社群媒体上，一段乌克兰老农开着拖拉机拖走俄军坦克的视频广为流传，成为艰难时刻中的开心一刻，也激励了无数人。原来面对钢铁洪流，普通人也能机智地给予回击。台湾人天生乐观，幽默感十足，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性格转化为战争中的免疫力。也许在避难所里，有人带头讲笑话，唱起熟悉的歌，全场跟着合唱。也许在断电的夜晚，有人轻声弹起岛屿天光那首写满对明天期待的台湾歌曲，点燃大家眼中的光。这些场景未必真的会出现，但只要有人敢于点亮一支蜡烛，黑暗就不再全面统治。社会与制度的韧性，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们相信明天会来，并为此一起撑过今天。没有哪一个国家天生准备好面对战争，但有些国家在苦难中迸发出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台湾并不孤单，我们有彼此，有信念，还有从别人的故事中汲取的智慧。如果有一天风暴降临，希望我们能够像乌克兰人民那样，展现出令世界敬佩的韧性，用同舟共济的集体力量撑起我们的家园，直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回到文章开头那个惊心动魄的清晨，如果有一天类似的黎明真的降临台湾，我们希望剧情会因为我们的准备而有所不同。警报响起，居民们没有四散惊慌，而是镇定地按预案行事，井然有序地前往避难处。敌军登陆，却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层层防线和全民皆兵的坚强抵抗。谣言四起，但人们早有防备，很快被识破击破。我们的盟友迅速行动，援助从四面八方汇聚。尽管城市遭受打击，基本的灯火却因备援体系未完全熄灭，社会秩序依旧维持。最终，这场危机被我们一一化解。台湾挺过了暴风骤雨，依然屹立不倒。这样的未来并非妄想，而是可以靠我们的努力去争取的结局。俄乌战争的硝烟为台湾敲响了警钟，但也点燃了我们准备自强的决心。台湾人该做什么准备？以上的讨论已经给出了答案。军事上强化下阻，民防上未雨绸缪，外交上争取支持，资讯上明辨不惑，社会上团结坚韧，这些努力缺一不可。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惊觉，更要立刻行动。从现在起，军民一心，未雨绸缪，将每一分教训化为实力，每一分警示化为守护家园的底气。如此，当历史考验我们的时刻来到，我们才能无愧地说，我们准备好了。